油管上一個洋老頭，語言學專家，說咱們中國孩子數學好啊，是因為漢字有優越性。乍一聽呢，我還愣了一下啊，那漢字不就是咱們天天寫、天天看的方塊字嗎？然後全程听他說完呢，就感觉這事兒還真不是瞎說，背後確實有一套挺扎實的科學道理的。你就琢磨一下咱們怎麼數數的吧。這11，咱們是不是張嘴就來啊？11啊，意思就是10跟1嘛，乾淨利落，邏輯清清楚楚。可英語呢，11哪儿跟哪儿啊？那完全看不出跟10跟1有什麼親戚關係啊。還有12，12，你叫 2-10多好啊！你13不是13嗎？当然 3-10更好是吧？这种不规则的數字叫法，對孩子來說，不是憑空在學數學的路上多出來的絆腳石嗎？剛掰着手指頭學算術的小孩，腦子裡得先繞明白這些奇奇怪怪的數字名稱，然後才能去理解數學本身啊！剛才吃了特多了，咱們中文這套數学系統，那才是給孩子搭的一座直通車的橋啊！就讓他們能更早、更順地理解位值、进制這些核心概念。有学者呢，為了驗證這事兒，在香港做過一個實驗。那香港這地方特殊啊，有的學校用中文教數學，有的呢用英文教。研究者呢就找了這麼3波孩子，一波呢是香港本地用中文上課的，一波呢是香港本地用英文上課的。但這2波呢，在家都說廣東話，還有一波呢就是正兒八經的英國本土孩子。結果出來呢，數學成績最好的那肯定是用中文上課的香港孩子，排第2的呀是用英文上課的香港孩子，吊车尾的就是英国小孩唄。很明顯啊，用英文上課的香港孩子呢，虽然文化背景、家庭教育都跟中文組差不多，但就因為學數學用的語言呀不太順嘴兒，成績就往下掉了一截。這就很能說明問題了。語言本身呀，確實對咱們最開始接觸數學的體驗和效率啊，有實實在在的影響。除了數數方便呀，咱們天天用的漢字，可能還在悄沒聲的鍛鍊着我們的大腦。有研究專門盯着那些數學特別拔尖的中國孩子啊，用科學設備看他們做數學題的时候，腦子是怎麼轉的。結果呢，發現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。咱們中國的普通孩子啊，在處理數字、圖形這類信息的時候啊，大腦的左右半球啊是協調工作的，兩邊都挺活躍。可是西方那邊的研究說呢，這種左右腦一塊上的本事啊，通常只有他們的數學天才兒童才有。研究者就猜呢，這可能跟咱們用漢字有關係。這漢字啊是方塊字，它長得就像一幅小畫片，那處理圖形就得靠右腦嘛。但漢字呢又有讀音有含義，處理這些呢又得靠左腦。咱們從小就這麼一天到晚的看啊、寫呀、用啊，無形中呢就把左右腦給打通了，讓他们能配合的特別默契。這打通任督二脈是不是就這意思啊？香港城市大學的鄒家燕教授也說過啊，漢字這套符號系統本身就很特別，一個字兒就是一個小宇宙，自帶聲音，自帶形象，還自帶意義。它的信息密度啊特別高，短短一句話能裝下不少東西。而且咱們漢語的構詞法特別靈活呀，比如電腦啊、手機啊、互聯網啊，把幾個簡單的字湊一塊了，一個新概念就出來了。這種靈活組合的方式，跟數學本身追求的那種有限符號表達無窮世界的簡潔邏輯，簡直是絕配啊！有學者呢，甚至提出啊，咱們漢語的語法可能是最接近數學語法的一種語言，這還真不是瞎吹啊！所以說到底啊，咱們的漢語和漢字啊，很可能真是一份額外的認知紅利啊！它就像給孩子的數學思維啊，悄悄鋪了一條認知上的快車道，讓起跑呢更順滑，讓最初的幾步啊走得更穩當了。當然，這紅利不是護身符啊，種子再好也得種在重視教育、講究方法的土壤裡，是吧？還得靠後天的勤奮澆灌，才能長成參天大樹啊！咱們有這麼個好工具，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福分啊，可得把它用好了，對不對？